今天的天气是很不错的，咱们去看一下小何他在干嘛。小何啊，你在干嘛？再把这些碎石啊，还有沙子啊，全部要铺这几个坑，因为人家路过的时候来说堵住，而且怕那个汽车啊、小孩容易跌倒。哦，这边主要是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有排水，就做到这里来说，水花会排到这个路面上过来。那这些沙的话，也是昨天我跟你一起铲的里面的那些沙子是吧？刚刚我们铲出来的那个地方。哦，那行，你要跟粉丝们介绍一下我们基地现在的一个建设的情况，好吧？我看最近做的是挺多的。那这些板的话是用来干嘛的？就是最主要是防止外面有人投毒什么进去，哦，也看不到里面情况，也会比较好一点。啊、不然的话，他们假如说现在投了一些毒的火腿肠进去，可能吃了之后，狗狗就容易引起什么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全部已经围起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外观，都已经围起来了。那咱们这个门也是最近这几天新装的一个门是吧？这个是我们有在就是想就是说要做一个这样的门，因为有些志愿者或者说是朋友来这里参观完以后，一些小孩子啊，或者说一些怕狗的一些人，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门进去。它里面是隔开的，和狗狗的生活玩耍区域是隔开的，那边是狗狗的玩耍区域。哦，隔开了是吧？这里也做了一个门在这里了，对，这边也做了一个铁板是在这一块的，对，然后这边呢，这边隔一个门，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隔离区域，就是说救助回来的一些不知名的狗狗啊，或者说我们粉丝朋友们在路上捡到的一些流浪狗，我们就打算放在这个隔离区里面，然后里面会让他们有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四面有封好的一些笼子，给他们一些安全感，让他们适应这里的环境。然后关几天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把它和其他狗狗一起生活，再把它放到一起生活。我看电工师傅他也把这个门关上了，这个是咱们的后厨房是吧？对，这里是给狗狗做一个厨房，然后里面大家之前也看过有一些设备，就是说蒸饭的，还有一些煮饭的一些灶台那些都有。但是我们做这个门的目的呢，是怕狗狗进去之后，然后因为这些蒸饭的设备是很容易漏电的，而且比较高温，怕狗狗受伤。漏电倒不会漏电，师傅已经做了，主要是怕狗狗被烫伤是吧？对。对。然后大家刚刚看到的一些泥沙就是我们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在拍摄，本来是想在这里打算铺好水泥地，然后铺好那个草坪，狗狗玩的也会比较干净，也比较卫生一点。但是目前现在资金比较受限，然后没办法继续动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院子，其实就这里不是很大，但是旁边那里是我的住宅，但是也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完成这些建设。可以过来看一下这边，还有那边的房子，我们到现在只有一些材料，但是施工的人员也是没有的，因为一直是因为资金缺陷的一个问题嘛。因为我看最近这几天师傅也是看我手上的这个，其实也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个护板在那里了，主要是怕有人家进来一个投毒，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就是说被人家进行投毒的这些动作。然后呢，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就是说里面的那一个，给粉丝们说一下。那现在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一边的话，空的位置还是挺多的。然后为什么说我们小院现在只有40多只麻子？你河南阿姨那边的话，她没有在运输麻子过来了吗？现在是目前没有，因为我们这边还没有资金去做一些隔离的一些地方。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把大小狗隔离，然后一个公母也要隔离，一些比较凶的狗狗，还有一些残疾的狗狗，都需要单独找地方去隔离起来，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资金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你可以看到那边工程啊，这些基础的设施，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做。
嗯，行吧。然后就是说，我看了这边的一个，这边是存放一个什么东西来的？这边是存放的一些物资，还有送来的狗粮一些用不到的一些。就是说，师傅这2天也顺便把这个隔板是给做上去了，对吧？对。哦。本来是用那些铁碗的，但是铁碗的价格比较贵，1平方就要40-50块钱。然后我们买这种的话就便宜很多。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接下来一个这边空的地方比较多，你要怎么做一个隔离区吗？对，我们就打算在这边呢，我们会做多三个隔离的一个地区出来，就把小狗，还有一些残疾的狗狗，还有一些比较凶的，我们就打算放在这个地方。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围起来的一个里面的地方呢，是打算放一些就是说一些救助回来的一些狗狗啊，我们会把它隔离好之后，会放到里面去让它适应这里的生活。那为什么到现在咱们就是说电工师傅只做了这些围栏然后这里面还没有按照规划好去做呢？对，因为现在资金是完全不够的。资金完全不够。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一砖一瓦，然后包括这些窗户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弄起来的，而房东只是租了一个地方给你。然后这些全部都是一砖一瓦，都是我们自己投资进去，然后去建设起来的。那现在费用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花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8-9万块钱了。就这么简单，这些东西都要8-9万了。对，因为那如果说按照你这样子规划的话，我们大概还需要多少资金左右去把你这个隔离区就是说你说的那公母分开的先给它做起来啊？对，这些估计都要1万多到2万了，因为他们这些材料还有人工费都是比较高的。那难怪你说的河南那边一直都没有狗狗给运输过来。对，因为虽然那边说很拥挤，但是这边设施没有完善的话，他把再多的狗狗运输过来，他们也可能出现打架，要么就是大狗会咬小狗，就这种情况。其实现在目前40多只狗狗在基地的这些都是比较温顺一点、比较亲人一点的。那接下来你应该怎么样规划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资金是不充足的，是吧？对，我们只能说是一步一步慢慢去完善。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外面那里还有很大一个地方，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去建设和使用，就是因为资金确实太缺了，现在这边的话，只有一些材料，根本就没有去资金就是说去继续建设。那关键是你现在我们自己这基地这边的，就这几天的进度来看的话，主要还是缺少资金，这边是没办法动工做好一个隔离区的。对。那也就是说，你河南阿姨那边的话，你那些剩下的毛孩子的话要运输过来，你这边也不行啊。对，就是说，因为你要做好一个分区嘛。对。那其实这几天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看一下全景我觉得就是说进步还是可以的，当然碍于资金的一个情况，像小何说的。这个隔离区这一块，因为这边还有很多空地呢，所以说得想办法把这个隔离区给它先做起来。哇，你早上铲的那些屎，你看一下我这些毛又拉了那么多了。目前来说呢，我们就很想把河南那边基地的剩下的那些狗狗运输过来，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资金确实是太缺失了。就除了说我们运输的费用，包括这里的建设费用，我们已经还差一大步。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先把里面的一些隔离的笼子也好，还有地板也好，我们要重新去做好了，然后阿姨那边才会放心把狗狗运送到这一边来。因为目前来说，他们就算河南那边把狗狗运输过来了，他们有一些狗狗是爱打架的，还有不听话的，这些如果说没有做好分类的话，那么很多狗狗都会受伤的。
那我再说一句吧，就是说小何，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看单靠我一个人这样子协助你，其实也不大行。所以说我现在协助你拍这个影片，就是说我也希望说，有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协助小何，把基地的这些内置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像一个隔离的，对吧？隔离的区域，的一些猴子，包括地板，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完成的。对，我觉得这些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就目前我跟小何在看的这些东西，我们其实电工师傅已经做了很多，那电工师傅的钱还没有结账的是吧？已经结过了我们就是说总共给他结过2次，大概就是要3万多了，因为他确实他的过年前到过年后一直都在这边忙活，然后一天的他们的一个工资的话是400块钱，在这边。差不多，在我们这里差不多。这样行吧，反正基地目前的建设就如大家所见的，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已经比之前已经是进度已经拉近了很多了。然后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朋友来协助一下咱们这一位一个流浪救助者的一个负责人，他的一个资源吧。拜拜喽。